今天把刀取来了啊，往这儿一递，曹孟德伸双手相接，把刀抱在怀里边了。王司徒，但放宽心，俺曹孟德7尺男儿，今日里我要为国除奸。王允一撩衣裳，就跪在那儿了。哎呀，王司徒，您这是您不能拜我，我不是拜你，我不是拜你，我拜的是你为国为民一颗忠心。今天刀交给你了，我老王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也交给你了，因为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嘛，去了就2种结果啊，一个就是成功了，啊，把董卓杀了，咱们皆大欢喜，哎，咱们接着喝酒庆祝开 party，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成功呗，你没成功，那就连累我们大伙了，人得倒这根儿啊，这刀哪儿来的？谁让你来的？怎样怎样？那拿着我那不是一个人事，全家的事儿。这事儿托付你是我全家性命，都托付给你了，啊！所以撩衣跪倒，孟德也赶紧跪倒，两位都流眼泪了。哎呀，这互相搀扶着站起来，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拱一拱手，转身就走了。说这王允再回去跟大伙儿喝不喝酒，聊不聊天，那就不重要了。咱们回过头来单说曹操。回了自己住这地儿，他在这儿啊，他在洛阳这儿没有亲眷，他父亲也好，家里亲戚都没在这儿，这儿就他一个人。住哪儿呢？他住在旅店里边，啊，常年的包下旅店某几个房间，他住这儿啊。就包括咱们现在，比如说有的官员到外省任职了，也是家未必跟过去，当地给你安排一个住宿的地方，就是你在这儿，哎，他也是如此。回到自己住的这个地儿，把刀放好了，坐在这儿，翻来覆去的想这件事情。紧张吗？紧张。这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天大的事情啊！不管成功不成功，自己都是要上热搜的呀。你想去吧，把董卓弄死了，那事儿还了得，对吧？董卓把他弄死了，那不也得热闹热闹吗？就注定这就是来回俩热搜啊！自个儿坐着想这事儿啊，家国情仇，为了江山，为了百姓。董卓这样昏庸，像我们这个在朝居官的，我们就算老老实实的做官，早晚有一天也得让他祸害死。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但是自己反反复复的在脑子里就过这画面，过什么画面啊？明天起床之后，由打这屋往外走，到丞相府，从进门开始，进前院走后院，到后边他经常待着麒麟阁，我见他之后怎么说话，刀怎么拿着，我怎么抻刀，用什么方法杀他，杀他之后如何。一个好的特工是需要这样的呀，你也不能一宠性的回来之后睡觉，睡完觉醒了之后又喝酒迷迷糊糊的啊，然后到这儿打架去，那不行，一定要考虑周到缜密，得想象出多少种后果的处理方法啊，心细。坐在这儿一遍一遍的就过这电影，眨眼之间天可就亮了。其实这一宿就没怎么睡觉啊，喊人过来打洗脸水，净面漱口，吃了点点心，喝2杯茶，浑身上下收拾的紧称利落，怀抱着宝刀由打这儿出来，赶奔太师府去面见董卓。远远的就来到了这太师府，那您想象得出来呀，金碧辉煌啊，那个门口啊，兵丁护卫，戒备森严。在这个门口台阶上面呢，还摆了几条凳子，有春凳啊，也有懒凳。有人说什么叫春凳，什么叫懒凳啊？春凳是干嘛用的呢？来客人了，客人到这儿了，说那个我想拜访谁谁谁，您坐一会儿等着。客人坐这个叫春凳，
家里还有伙计呢，看大门的，这会儿也没什么事儿，咱们歇会儿吧。他得坐懒凳，所以说门口凳子上哪儿坐的什么人，就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啊。春凳懒凳这个不重要，由打远处，曹孟德可就来了，心都到嗓子眼儿了。心说成败在此一举，暗叫自己的名字，孟德，孟德，你要小心了。啊，曹孟德怀抱着孟老宝刀，也叫七宝刀，来在了董卓的府上。您就说董卓有多爱他。你要是别的官员到此需要通传，啊，你哪儿的？啊，这是门官老爷啊，我是德云社3队队长啊。啊，回天桥等着去啊，这得进去给你通报啊，说那叫你才来啊。但是曹操不用，来到这儿直接往里边就走，这是个身份。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董卓很爱他，拿他当自己人了。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跟王允说我献刀刺董。你要说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种董卓对你的厚爱，你这个主意都不用想，你以后就剩拿刀围着人府门口，磨家子里有抢菜刀啊，你进不去呀，对不对？你能干什么？给人剁劈柴呗，我就干这个了呗。哎，怀抱着宝刀，由打大门这儿就要进来了。那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沉心服气，这个大气，这个很重要啊！啊，你拿着刀进来，你到不了2道门，人家得问你偷东西了吧？哎，大气，往常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这城府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胸中有波涛，面带春色，高高兴兴的往里边来。他得到后院，相府这几层院子，他到后边，后边哪儿啊？有一个麒麟阁，阁就是个小楼。平时没事呢，董卓愿意在这儿休息着，2层的小楼，在这儿有时候跟吕布聊聊天，跟李儒谈谈心里话。跟这些个亲近的人员们谈谈一些个江山大事，在这儿能到这儿来的就不是外人了。你要说前面厅堂上啊如何，那都得冠带齐整啊，咱在这儿就不一样了。一直来到后边，到了麒麟阁这儿啊，这儿迈步进来，一直到董卓休息的这个房间这儿。这屋里这儿啊，靠窗子有一个榻。榻各位都知道，喜欢那个古家具的都知道哈。过去还有什么美人榻了，这个榻那个榻了，就是不是正式休息的时候这么一种家具，就可以椅子那上边啊靠着点啊，是这么个东西啊。也有背儿不高，哎，能倚着腰，是这么个东西啊。董卓呢，就在这儿上面正歇着呢，旁边站着吕布、吕奉先。往屋里一走，曹操这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呢？够呛，吕布在了。列位，有句话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都是厉害的牲口。那多棒了都是吧？他愣啊，你知道吗？他在这儿了，曹操心说今天下手够瞧的。啊，保不齐就对不起王司徒了，我就真献宝刀了。他们家藏好几味儿没藏好，让我给借出来送人了。但是呢，见机而坐啊，董卓正在这榻这儿倚着呢，300斤一大胖子啊，坐这儿呗，就歪在这儿啊，这儿进来了啊，赶紧施礼。孟德参见老太师。哦，孟德呀，跟他说话很客气，而且这个语气就是拿来当自己人
啊，孟德呀，何故来迟啊？他每天都上这儿来，哎，聊天啊，说说国家大事什么的，出一些个主意。董卓爱听他说话，他聪明啊。为什么说曹操奸就在这儿了呢？天下就是刘备把曹操骗了，大部分人没玩过他，啊，看着你就知道你想听什么，他多灵啊！所以说董卓爱他。今儿来晚了，何故来迟啊？你怎么今儿来晚了呢？啊，还挺想你，是这个意思。是，回太师，啊，马匹有病。说我骑那马呀不灵，这马有病。哦，嗨，这个不叫什么。吾儿奉先，喊吕布。吕布赶紧过来了。去给孟德挑一匹好马。是。吕布转身出去了，曹孟德都快乐出声来了。哎呀，天助我也！要他在这儿，这事成不了。我往前一进步，人家光一脚能给我踹出去，啊，拎着脖子打楼上能扔下去。他出去了，那行了，天下是我的了，高兴。而且就这会儿，可能他来之前呢，这董卓跟这儿坐着，这榻上这儿倚着呀，有点累，啊，又往下顺了顺这身子，就把身子侧过去了。这个后背冲着曹操，自己脸儿冲着窗外。哎呦！曹孟德差点跪下说谢谢。董太师太疼人了，啊，给了我一个杀他的好机会。你看这个状态摆的啊，抻着个脖子跟这儿，我只要拿出来往跟前走，咔吧啦嚓切下来，那个青史名标，啊，我就成功了。那还等什么呀？再等黄花菜就凉了啊！这不在怀里抱着吗？哎，往下一顺，找这刀把儿，这儿拖着刀鞘，往外抻这刀，这儿举起来，这不是拿着刀了吗？他往上举起来之后，这一抻出来，鞘在这边，刀不在这儿了吗？就能动手了。就这会儿功夫，刚抻出来，董卓看见了，倚在这榻上，后边是曹操，脸冲着这边，这是窗外。咱们前文书讲过，他这个榻上有花板儿，这个花板上镶着这圆片儿，封魔铜的。那会儿没有镜子，这个就相当于是镜子了，啊，他这么倚着，这不就有了吗？通过这儿整看见后头，啊，刚才那么坐着累，哎，这转过身来歇着，好，身后大哥来这么一手，这才回头，孟德，啊，孟德，意欲何为？你要干嘛？曹操这个演技还是很好的啊，顺势把刀就拔出来，往这一跪，太师，孟德来献宝刀。这东西要是再差几秒都有问题啊！你往前来这样，你要说献刀，这就说不过去了。就是要出鞘没完全出来，哎，这儿才出来，来献宝刀。哦，董卓坐起来了，拿手一接，曹孟德往前走2步，递过去。董卓接在手里瞧瞧，真是个好刀。这个刀把上镶着各种的宝石，这个刀刃上刻着孟劳刀，翻过来这面写着7宝刀。哎呀，果然是宝兵刃呐！心里挺高兴，心说我要是再上朝的时候，我带着它，再有那个行刺之人到跟前儿，我这掏出来
就能防身自卫，很高兴。就这会儿的功夫，吕布进来了，几乎是同时，吕布进来了啊，这儿进来了，孟德，好，将军，马给你看了一匹西凉的宝马，它叫甘草黄。哦，是，多谢将军，多谢将军。董卓把这刀放下，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吧。这儿穿上鞋，啊，由打榻上站起来，那俩人分开了，给他摆了当间儿，由打这屋出来，往院子里边走。有兵卒就把马牵过来了，甘草黄，您听这名儿就是黄颜色的马。哼，一瞧这马这状态，不是一般的东西。哎呀，好马，好马，好马啊！董卓看了看，孟德，爱不爱呀？哎呦，太师，这个真是宝马良驹呀，太棒了！承其一声，啊，你试一试。哎呀，太师在此，我焉敢撒野？哎，这叫什么话？送给你的啊，骑上试试。是，遵命。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坐上去了。哎，院子很大呀，啊，慢慢的转了这么一圈，回来甩镫离鞍，又到这儿，有人给他牵着马，有兵丁，这儿过来，太师，太棒了，真是宝马，哦，哈哈哈哈，喜欢就好，就把它赏给你了。哦呦，这怎么敢？哎，长者赐，不可辞啊！行了，去吧，改天有事再宣召于你。是。说了声是，倒退着往后走。董卓在那儿站着，他这儿抱着拳，倒退着往后走，啊，一直走到这花园后头，这是规矩。是扭头走，把屁股给董卓了。这就是有罪。包括咱们金殿上，不管是哪儿，大臣跟皇上说完话，偏殿在哪儿一说话，说完之后，皇上说你去吧，你都得退着走，你不能一转身走，这不行，没有礼法啊。这退着出来，有人把马也给他牵走了。董卓、董仲颖带着吕布转过身来，往麒麟阁那小楼那儿走。董卓就琢磨刚才这个事儿，天下的事儿就怕后着吧，啊，就想着想着，又回刚才那屋了，又在榻那儿坐下，伸手又把这刀抄起来看了看，吕布就问他：“义父，您怎么了？”我想刚才这事儿有点不对。刚才孟德来了，他说是与我献刀，但是我前思后想，恐其有诈。哦，吕布那个有勇无谋，况且他不在跟前儿，他也说不出什么来。就这会儿功夫，有打外边一推门又进来一位，李儒，就是董卓的谋士啊。李儒进来，智多星，这一进来一瞧，这爷儿俩脸有事儿。太师怎么了？嘿，你来的正好，是方才孟德前来献刀，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刚才这过程形容了一遍。他走了之后，我反复思量，这里有问题啊！你说他到底是真来献刀，还是有意行刺呢？李儒说：“这个简单呢，啊，打发人把曹孟德叫回来，他要回来就没事儿，他要不回来就有事儿，就这么简单。好，奉先，快去
叫人唤孟德前来。嗨，吕布出去了。那么曹操呢？曹操由打这儿出来往外走，出大门之前，稳稳当当的，啊，他这点他是明白的，啊，急急忙忙往外跑，谁多句嘴，自个儿就走不了了，啊，这儿出来之后，接过这匹马来，稳稳当当上了马，啪，一打这马，没回住所，出东门而去。跑了，那还不跑啊？不跑等雷呀！哎呀，快呀！骑着马出东门了。一会儿的功夫，有差人到他住那地儿找去了，没了。再一问，说骑着个大黄马出东门走了，赶紧回来跟董卓一说，董卓气坏了。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着不对劲嘛，也真后怕呀。你说但凡啊，自个儿要是糊涂了，反应慢一点儿，这刀就挨上了。这曹孟德不应该呀，老夫待他不错，你怎么能行刺于我呢？吾儿奉先，带人速速出东门，把他拿来见我。是。吕布这儿出来，带着兵赶紧去追他。追不上，是因为马的事吗？不是，脑子的事儿。曹操多坏啊！跑的时候就想到了，你一定会来追我，而且你一定是哪几个路线追我，我不能按着你脑子里那道跑，我得按照我这道跑。以吕布的那个智力，追不上，没追上。没追上也得回来呀，啊，这儿回来了，副相，管叫副相，啊，又是丞相，又是他父亲，有时喊义父，有时喊副相，有时喊爹地啊，甭管叫什么吧啊，没追上，没事儿，我已经叫人呐，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有擒住曹孟德者，赏黄金1000两，官封万户侯。很下本啊。有人说，就是东汉末年，黄金1000两是多少呢？给您换算一下，合黄金62斤半，大概是啊，60、70斤黄金。官封万户侯，这是真恨他呀！那是你搁在谁心里也得恨疼啊！天下画影图形，要逮曹操。现在男一号就是曹操了。你看三国讲理就在这儿啊，该谁上场就是谁的。这会儿呢，曹先生挑梁了，啊，他是主演了。主演呢跟主演不一样。他这会儿是逃犯，害怕，先把衣裳换了。之前做官那身衣裳不能再穿了，他也知道天下逮自己，打扮一下，装扮成商人的模样。因为你装别的他也不像商人这样呢，他家里有做买卖的，他觉得自己是没问题，能应付的，啊，装扮好了，逃离了洛阳城。他是憋着要往东边去，回自己的老家，然后要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招选天下的英杰，推倒董卓。他是这么想的，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前提是要躲开人家的追杀，突破层层关卡，还得回到家里去，这是他当前要做的事情。难也就难在这儿了，东藏西躲呀。这您要说出去旅游去，这是一回事儿；你要是躲避追杀，那另是一回事儿。啊，这儿藏那儿躲。这一天来在一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县叫中牟县。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主要的环节。
啊，到中牟县了。中牟县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他必须得从这儿走，不走不行。但是很难，为什么？城门那儿贴着自己的美照呢。那年头没有照相，没有二维码，没有别的，但是呢，有画像，姓什么叫什么，大概长什么样，如何，犯了什么罪过，最重要一点啊，逮着之后给黄金62斤半，这个诱惑力就很大了。你要说逮着之后给小红花3朵，这个不管用，不会有人往心里去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对吧？自己远远的就瞧见了城门口那一帮兵丁，而且感觉得出来很严。我就在这瞧着，那是城门，这过城的人打这过，每一个都叫住了，站着，看看这脸，看看这画，差不多，这才让走呢，并不是说没人往心里去，随便吧，不是。我如果再往回走的话，离着洛阳又近了，追捕我的人是从洛阳出来的，我不能往回送啊，我只能往外走，就这个方向，大伙儿是听明白了。所以说他必须要走中牟县，到最后咬牙关，硬着头皮往城门这儿走啊。来到这儿，很多的把守城门的兵丁呢有几个坐那儿坐着的但是也有俩跟这儿认真查对的站着看看不是，这过去吧，下一个，这离着孟德还有3、4个呢。曹孟德就跟这儿准备问我说我叫什么？我说我复姓黄埔，我叫黄埔松问我做什么的？我是个商人。对，自己倒马准备一整套对答如流的话就看前面这儿，过来，姓什么叫什么？这个姓高叫高峰多大岁数这35，怎么长这么老性啊？说相声说的好，过去吧。下一个叫什么名字？叫石爱东。干什么的？唱快板的。唱快板是干嘛的？他是他的，令他令定他。走吧，一个一个的走，问得非常的细致，眼瞅着就到曹操了。曹操努力的让自己这脸上别这么僵，为什么呢？你这一抖了人就看出来了，极力的放松，骑着马过来了下来，是，几位军爷，从马上下来几位军爷，辛苦了不客气，这个城门不能随便出入，知道不知道？是知道。现在画影图形逮人呢叫什么名字跟您回我复姓黄埔，我叫黄埔松。你是干什么的呀？我是这个商人。那行了好，过去吧。好，谢谢几位军爷往这儿一走，这俩兵丁喊坐地上那几个，嗨，起来，干嘛呀？起来，别太捆上，他是曹操。画影图形，城门口都贴满了，而且谁要是抓住了曹操，官封万户侯，并且赏黄金1000两。按这个老秤来算，黄金1000两，62斤。列位，62斤黄金，这打成戒指戴10个指头都得戴满了，天天换花样，你也戴不过来呀。你别说62斤黄金，给你62斤白菜也得吃2月呀，也一大口的了，对吧？
普天下要捉曹操。曹操害怕吗？能不害怕吗？你要说到后来，你想舞台上的形象，穿红蟒，戴象雕，象雕就是那黑帽子两边有刺儿，那叫象雕，也叫象杀啊。那曹操大白脸，戴一个那胡子，我们叫黑满呢。你看那样的曹操，位极人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为什么呢？天下都是人家的，啊，雄兵千万，战将多少员，有什么可怕的？不怕。但这会儿，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没有不害怕的，你别听那个，啊，老话说的对，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我小的时候，你看我父亲是警察，老警察。小的时候那会儿，我妈身体不好，我爸带着我值班去，老在派出所住着。我经常看见那这刺一身花，那就好了，脸上都刺着花呢，各式各样的哈。只要弄进来，往那一放，当时就特别踏实。你说这个玩意儿，小人之法不知恩呐，没有那个哈，这真横成什么样？咱不能说没有，反正10000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总的来说不会。这曹操很害怕，心里也想得多。你看我一时莽撞，第一我对不起王司徒，啊，王司徒这口宝刀，人家祖传12辈的，让我给糟践了，啊，献刀结果真献了，啊，他就留下了，他留下我得跑，对不起王允，人家以重事相托，这么大的事情拖在我的身上，我保不齐还连累人家。万一人家一查这事儿，倒来倒去倒出来，我的幕后支持者就是王允，对不起朋友。第二呢，对不起家人呢。曹操还有爸爸呢，还有一家人呢，我姥姥、我舅舅、二大爷啊，我们这怎么办呢？画影图形，天下都知道，那家里人一定会知道啊。万一逮不着我，给我舅姥爷弄下来怎么办呢？这么说比较通俗一点啊。所以是第二是家人，第三就是我自身。本来我在这儿混得还不错，董卓对我挺好，虽然说他是个坏人，大奸臣，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啊，危害百姓，祸乱朝纲，坏事做绝，但是人家对我好啊，拿我当心腹。这回我在后边拿小刀哈，他会不会很伤心哦？哎呀，关键现如今这个状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怎么办？只有一条道，就是跑，啊，往家里跑，跑回家去。我再说下一步。但现在按路线来说，眼前这个地儿过不去了。哪儿啊？中牟县。他打这个朝里边出来之后，其实在路上已经走了2、3天了。大道上不能走啊，就跟现在似的。您各位，比如谁哪位啊，偷一个自行车的铃铛盖啊，完事你跑吧，是不是？你不能上高速啊，高速有监控啊，你就得走底下，啊，走小道，过村儿，走胡同，这样你才能啊跑半年，然后找一地儿铃铛盖一卖1毛5，是吧？就说这意思呀。所以说只能如此。眼前道在中牟县，中牟县就这城门那儿，自个儿心说够呛，怎么呢？就人家那个兵跟着把守着，每一个人来都是站着，城墙上贴着画呢，啊，就跟你对一对。哎，怎么一脑袋卷毛呢？啊，过去！啊，于大爷过程啊，反正你谁打这儿过，也得跟这画像对一对，啊。曹操这会儿已经改换了衣裳了，
你想啊，他打这城里跑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是做官的呀，现在换了一身做生意的衣服，那意思我是个买卖人啊，走到这儿了。哎，你看前面这几个哈，一个一个问得很细致，围着到他这儿了啊，过去吧。曹操开心的，这是老天爷帮助我呀！啊，往前一走，后边的兵喊前面那几个，给他捆上，他是曹操。怎么呢？跟画像一样，不用细看就是他。马肩头拢二背，拿绳子上上下下给曹操捆上。曹操一看自己的状态，心说是不是快到五月节了呀？给我绑得跟粽子似的，啊，拉拉扯扯，几位这是干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捆我。见太爷就知道了，我是做买卖，这儿说没用。我父亲不，哎呀，行，啊，谁听你叨叨叨的？送到县衙门，有人就赶紧往里边去回，得跟县太爷说呀，中牟县的县太爷姓陈。叫陈公，公是宫廷的宫，字公台，陈公。有的人说陈公是陈平的后代，陈平是汉朝的大政治家，帮助刘邦打了很多的胜仗啊。但这个呢不见于正史，野史传闻也很少。我们考证了一下，我不太相信这个，因为正史上没有记载说他是陈平的后代。另外，陈平在汉朝的时候呢，虽然说足智多谋，很多胜仗是他打的，但是他自己都说我不会有后代的。为什么呢？因为陈平两军阵前用的招啊，太坏了。所以现在有一名词夸他说这人多损呢，说的就是陈平。啊，阴损歹毒坏，所以说他是汉朝的大阴谋家啊。他自己都说我要干坏事干太多，我后代不会有的。所以说你要查正史的话，陈平确实在后边，没有多少年，他的后辈儿孙也就都完了，这支就灭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说陈公是他的后代，不可信，不可信。当然，我们有的说书先生人家愿意说陈平的后代。因为打这儿一开始先介绍陈平，最起码能介绍2钟头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按照这个说了啊。我不承认啊，我不承认他是陈平的后代啊。当然，你们要愿意听，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陈平，那也是挺好玩，但跟这个书没有关系。陈公这个人挺好，确实也是文韬武略，爱国爱民，在中牟县这儿呢做县太爷。差人打外边进来了，启禀太爷，拿住了刺客曹操。您要是常听相声或者常看京剧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环节叫捉曹放曹。传统相声不有这个吗？拿住刺客曹操，哎，说的就是这儿啊。这个相声里边唯独捉放曹我没说过，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瓤子啊，他还不像黄鹤楼啊或者什么的。那天演出在后台，在北展，我跟于老师我们俩聊天啊，台上烧饼他们演这个黄鹤楼什么的，我们老哥俩后边聊，谦儿哥就说了，说你看越来越不爱演这个腿子活了。所谓腿子活就是俩说相声，咱俩唱个戏呀，把桌子往后一搭，搭出前后台来，你扮演谁我扮演谁，俩人一个会的一个不会的啊，这种节目叫腿子活啊。说这个越来越不爱演这个腿子活了。我说那当然，因为腿子活本身是小孩活，你可记住了啊，说相声的小孩哎，报菜名啊，八扇屏已经会了，接着再往下推进，哎，可以了，上腿子吧，啊，什么汾河湾啦、黄鹤楼啊，哎，是锻炼他们的表演。但是真上了岁数了哈，除非有的时候有个展示或者有什么机会，你比如什么马老祖马三立先生，哎，安排一场黄鹤楼让你们看看大家是怎么演绎的啊。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剩下一般来说就到一定岁数了吧，或者有的人家到一定程度的演员不爱动这个啊，小孩们折腾还好一点
啊，这个几个腿子活里边呢，黄鹤楼还是不错的作品。其次呢，汾河湾啊，但是再往下剩下的，不管是乌龙院呐，什么捉放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没有瓤子。所谓没有瓤子，就是没东西，愣来，这就不好玩了，就啊。今天差人进来一禀报，说拿住了刺客曹操。陈宫一愣啊，说万没想到在中牟县拿住了他。按当时的说法，管曹操就已经称呼为国贼。为什么呢？汉献帝只是一个符号，天下是董太师的。你要刺杀董太师，你这个罪过还小吗？所以说到处聊天都是拿住了国贼。从这个角度出发，曹操也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啊。说拿住了哦，没想到说在中牟县拿住了。哎呀，为此人朝廷说了要出黄金1000两，而且能够官封万户侯，哈哈，吩咐下去帮点升堂。差人们出来准备好了，两边排班肃立。中牟县陈宫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带人犯。”说带人犯，由打底下就把曹操推上来了。来到堂这儿，立而不跪啊！陈公台瞧了瞧他，点了点头，心说呀，是个汉子。怎么呢？在这个堂上啊，他是有威的。为什么说过去？您看电视剧吧，你看电影，犯人一上来，你看这堂上，哎呦，还拿这个手里那水火棍啊？为什么呀？第一是给老爷助威，第二就是吓唬人犯。一到这个环境，你就害怕了。老爷审案子要跟火锅成，那成不了了，对吧？来火锅4盘羊肉啊，老爷坐这儿，你坐那儿，哎，来，我敬你杯，我伸着点，到底人是不是你杀的呀？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最后得把老爷抓起来呀。环境很重要啊！一上堂来，老爷坐好了，堂上没有聊天的啊，聊闲天啊，胡说八道都没有。哎，老爷正襟危坐，两旁边差人如狼似虎。就这个环境下，你心里就得突突一下。哎，但是今天你看，曹操站在这儿，面如止水。这个水啊，拿风一吹啊，它会动，但今天这个水瓶都没动，停止的水。说心里边啊，叮了咣啷，那是他的事儿，但最起码脸上让你看着我没有害怕，这就不容易啊。陈宫点点头，心说这个人有点意思。姓什么叫什么呀？跟大人您回，小人复姓黄埔，单字名松，我叫黄埔松啊，别那个瞎话，黄埔松。老大人乐了，很欣赏他这种啊说瞎话不眨面的状态。叫什么？跟大人您回，我叫黄埔松。叫什么？曹操心说：“大人耳朵不好是怎么着？”小人黄埔松。好，作何生理呀？我是个买卖人。好你胆大的曹操！说出来了，你甭弄那个，你管你黄埔松黄埔草的是吧？我认识你，你就是曹操啊！大人，此言何意呀？说你说的是什么呀？啊，你说错了，你认错人了吧？这意思啊？慌吗？慌，那能不慌吗？对不对？慌也得忍着啊！大人这什么意思呢？陈宫差点露出声来啊！想当初，
我在洛阳求官的时候，我见过你。过去那官儿他也得满处去呀，拜见上司啊，或者怎样的，我见过你啊。你看看你这一张面皮，与画图之上一般无二。第一，我见过你；第二，天下那个贴那个传单，你跟那一模一样啊。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吗？大人，你错认了，还矫情呢啊！你错认了，来呀，定肘收剑。什么意思啊？这儿跟你再说没有意义，把他先关起来吧。大事儿，差人们过来，来，这边2块台，来，把他就带下去了，先搁在监中呗。啊，来到这儿了。像这种案子，他不可能跟那些人压在一起，偷自行车的、偷烟袋的、偷 BB 机的啊，打群架的啊，吐痰吐人脸上的那你们大伙在一个屋。他这个不一样，他是政治犯呢，他哪能跟他们在一块儿？而且这是国家要犯啊，自己单独有一个屋，把牢门打开了，进去，进来了。有一小窗户，能看见外边的月色，但那窗户不大，不能让犯人从这能钻出去，这不行，跟咱家里那落地大飘窗似的不行。好，那大窗户是吧？你这锁上，他到那边出去了啊。小窗户，自个儿坐在这儿啊。就打这窗户往外看，看着月亮，一抖了手，完了，可不完了呗。说不是没承认，没承认管什么用啊？不是说你不承认这事就了了呀，对不对呀？怎么办？没有办法。对不起王允，往大了说，对不起天下苍生。我当时如果动作再快一些啊，一刀下去，天下太平了。这回他给我一刀，也天下太平了。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我父亲。我父亲为了我投入多大精力，花了多少钱呢？现如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有没有受我的连累。哎呀，我的下场会是如何呢？想到这儿，机灵灵打一个冷战，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呢？他在朝里做官，他当然知道了，我的下场最好也就是落一个斩首，这是最好了。斩啊，左边一个车，右边一个金啊。最早的时候，这个斩首啊，这个斩呐，其实是打腰那儿切啊。那后来是把脑袋剁下来，都已经是高科技了啊。最早的时候就是打腰那儿，等剁开了，其实很痛苦啊。你反应慢的半天才看见，那就很苦恼啊，很苦恼。为什么说这边是个金呢？您就知道当年砍人的时候是用斧子，斧子那个底下那字是个金啊，所以说咱们这斩是这一个车一个金啊。人趴好了，咔嚓来一下子，哎呀，看来我曹孟德难逃一死啊！想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一次也不错。为国为民，我是万古长青了。也不知道后世提到我的时候会怎么说。叭，坐在这儿一闭眼就等死。就这会儿功夫，哗楞楞，这牢门开了，一帮差人呼啦就进来了。曹操，给你道喜。把曹操差点笑死。怎么呢？监狱里边不能说道喜呀、说道喜是给您蹬出去，插不拉插呀，对不对？你这道喜它分场合，
你谁家结婚呢？你去给您道喜，他准高兴。监狱里边不行啊，曹操跟这正琢磨着呢，估计我得死啊，我得斩了。一算算这个月份啊，好家伙，现在要杀我正合适。为什么呀？秋天。为什么过去杀头叫秋决呢？啊，不是求决啊。您说求决是文玩，海象牙染成绿色儿，那叫求决啊。秋决，秋天处决。没有说夏天杀人的，春天杀人不允许，法律上规定就是秋天。天儿凉了，树叶也掉下来了，一片肃杀之气。这会儿朝廷要杀人了。您记住了，死刑犯那会儿啊都是秋天杀。有一种叫削手，削手是切完之后把这脑袋挂在杆上面，枭首示众嘛，让大伙儿瞧瞧。你看了吗？偷自行车的，看见吗？偷自行车那么大罪过呢啊！这偷自行车还杀了6个人呢啊！枭首，还有的是弃市，丢弃的弃，市场的市，把这人弄死之后丢弃在市场。其实所谓的市场就是繁华所在，大伙儿看看，你们要学好啊，这叫弃市啊。这个东西要说起来就太复杂，我专门曾经在其他的书里边我介绍过这个过去杀头了，还有这个剐啊，北京城杀在西，剐在东。这要是单独说这个，我得说3钟头，咱们不说这么细致了吧啊。反正那个年头啊，这个斩首是一个挺厉害的刑罚。当然这些还是普通的地方官，你要真到了皇上监斩，那就了不得了。你看那个咱们资料记载，万历年间拿住了好多倭寇，就那个日本鬼子那个倭寇啊，逮着之后，然后龙楼献俘，这叫龙楼，皇上跟那儿坐着，皇上那是龙楼啊，皇上坐好了，文武群臣站好了，大将军带着人把那战俘拉进来，跪在楼根那儿。大将军跪在这儿，这儿一说，拿出多少俘虏，他们怎么坏，现如今啊，何该视曹问刑，请旨。就等皇上一句话啊，他是有仪式的。万历皇帝坐在那儿，万历皇帝您知道身体也不好，皇上就听底说完之后，很轻的声音啊，拿去，就这俩字儿，因为底下那官等着了，说这个是杀是剐，我们这儿请旨。等皇上发落，皇上坐着就俩字儿，拿去。声音很低啊，那离着好几里地听不见，根本就啊。旁边这儿站俩大太监，俩人一块重复这个，拿去。再往那儿有4个小太监，拿去。你就记住，打这开始，4个、6个、8个、12个、16个、32个，一层一层往外推，声音越喊越大，一直到龙楼底下360个武士。大伙儿一块拿去，就算是日本鬼子，他听不懂，他也知道不是好事儿，对吧？所以这过去这皇上要杀人的时候，这是特殊情况啊。咱们今天不介绍这么细致啊。曹操坐这儿正琢磨这事儿了，我会不会被拿去啊？合着刚曹操听我说书来着啊。哗啦啦门一开啊，差人们进来了，如狼似虎啊。曹操、孟德。给你道喜啊！曹操一愣，心说不挨着呀，哪能是这么快就杀我呀？像我这种事儿得问好几遍，最起码最后我得承认了，我得写下来，我得签字画押呀，对不对？然后这个消息报到朝里去，董卓说是就地问斩，还是说把我递解进京？一种就是说这人别弄死。哎，拿个车把他拉来，我得看看之后同着我把他弄死，好解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怕夜长梦多，万一道上让什么偷自行车的把他抢走呢，是吧？老有这偷自行车的，哎，别出事儿，你就该在哪儿，你们就把它切了吧，切碎了脑袋拿来就行了。2种，他这2种都不挨着呀，啊，怎么这就要杀了我呢？啊，这一抬头一看。迎面说话这个差人的头目，看什么看啊？给你道喜，好事知道吗？大人约你2堂回话
曹操这心里就撂下这儿来了，怎么呢？二堂回话。二堂过去来说，有的时候也说是花厅。大堂嘛，您各位看电影、电视剧、唱京剧，大堂审案，但有的案件不适合在大堂上问。你比如说风化案件，涉及到女方的尊严的问题，同着大堂审案的时候，是老百姓可以围观呐。你甭管哪个县，咱就拿中牟县来说，中牟县大堂，比如白天咱们这一审案了，老百姓进来是可以的，而且最难的是当地的一些个士绅、有钱人，当地上流社会，当铺王掌柜的，家里这出过状元的李大爷，就类似这个人，他是可以上堂来站两人旁听。他觉得官问的有问题，他能制止你。你刚才那句话不对啊，你这如何怎样，他是可以的。所以说很多案子不能在大堂，那怎么办呢？二堂，或者就是花厅。如果一到这儿来，第一说明不公开审理，第二说明很多事情是有转机的。给老爷行贿，买通师爷在这里边把这事儿怎么弄一下，都是在二堂。花点钱买大老爷把这官司改一下，把钱给师爷，师爷跟老爷说完之后，二堂见个面吧，双方得聊一聊这事儿咱怎么处理啊，一般都在那儿。也就是说，在二堂审的案子，基本来说不能见明面，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好事审曹操没在大堂，能在二堂审。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这个人进门就说道喜呢？这是今天刚上班的，他是个外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觉得这是好事你在二堂也不用打他了，也不用什么，这是好事道喜我估计他原来可能在村里负责婚丧嫁娶干大了的那个。带着曹操打这就出来了转来转去，来在了中牟县的二堂。这儿一开门把人带进来，陈宫在那儿坐着，这有一桌子，桌子上放着茶盘子，沏的茶，茶杯都有，大人跟这坐着就在旁边这儿有一凳子。好比说我这个位置是陈宫，我这儿有一桌子，就在这儿有这么一凳子，不是在这边，这边叫大边儿，这边是上垂手，这边是下垂手您记住了，左青龙右白虎，俩人身份谁在这边，这就身份就高了在这边身份低。这儿摆一凳子，把人带进来了曹操进来之后，先看看这屋里边，没有别人，就那儿坐着那官儿往前走了2步，看他到中牟县就没下过跪。你记住这一点他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跟唱戏不一样他没下过跪。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打动的陈宫。一上来往那儿一跪一行鼻涕2行泪，我错了，饶了我吧！上有80老母，下有不会走道的孩子，以后我好好的呀，你饶了我吧！不会看得起你，也就不会有放曹这么一说了。就是因为你这种独特的性格，才打动了对方。站在这儿不卑不亢，你太狂傲也不行。你终归你是犯人，你来了撇着大嘴的大人过去给你嘴巴，你也得认着那站着几个差人，陈宫挥挥手，那意思你们下去。几个差人就出去了，在外边把门还给带上陈宫看看他，孟德大人说怎么不解释呢？有意思吗？对吧？都到这会儿了，我不是一点劲都没有大人坐下叙话。
这是不可能的呀！按说呀，你现在是国贼呀！你现在从董卓的角度出发，你是大汉朝的贼人呐，国贼呀，普天下都得逮你啊！人家跟你这么客气，坐，这赶紧抱拳作揖，这是最基本的礼数了。人家跟你那么客气，你不能不懂事儿啊！坐，这儿坐下了。就从这一坐就感觉得出来，曹操是个奸雄。怎么呢？按规矩说，你慢说你是罪犯，你就算不是罪犯，就这种状态下你坐，你也应该坐着椅子这一半担在这边上，欠着身子，这是尊敬对方啊！你看我在家，我跟我爸爸坐那儿，我就坐这儿。您吃了吗？啊，怎样怎样？这是规矩。曹操今天没有，怎么呢？曹操是正经的，大摇大摆坐好了。他这凳子没有后背儿，今天曹操这个啊，但是也得摆出来。如果有后背儿，他能这样？那么说是曹操不懂礼貌吗？不是，他是故意的，故意的啊！气势上我不能输给你，得让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不卑不亢，坐在这儿。陈宫看看他，孟德呀，董太师待你不薄呀，因何前去谋刺？这句话说到家了，你为什么？那董太师对你很好，拿你当亲信，事实上也是如此。咱们现在说，那就是董太师极力培养的心腹，真拿你当自己人，你怎么能要杀人家呢？陈宫说：“这我不明白，啊，你得告诉我为什么，怎么回事？”曹操这状态，要不说一代奸雄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话说的挺不礼貌啊。谁是燕雀？对吗？人家跟你好好聊天，你给人来这么一句，这不是说片汤话吗？对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是大鹏金翅鸟啊！民间传说大鹏鸟这翅膀60年扇一下，扇这一下是108000里。你是麻雀，你就这么点儿，你那翅膀玩命扇半个月都没出这胡同。这么说听得懂是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话说完了，屋里就安静下来了。啊，这你要是按照早年间香港电影呢，那个无厘头的喜剧呢，陈宫就得蹦起来给他一大嘴巴。哪有这么不会说话的呀？啊，哎，但是没有啊。陈宫看看他还是很欣赏的状态。此时此刻，这个身份、这个状态还敢这么说，此其人必不反矣。首先说，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不怕死，他才敢说这个话。哦，哈哈哈哈哈！孟德公，各位，孟德公，这是个尊称啊，是吧？阿曹，对吧？这就完了，就插着了啊，插着。孟德公，啊，可能你也不认识我，我姓陈，我叫陈宫，字公台。哦，曹操愣了一下，怎么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未必认识，但得知道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跑到山边上去了啊，山旮旯上有几个人
哎，这一说，你干嘛呢？你们几个，我们几个说相声的。哦，认识郭德纲吗？啊，不认识。你准不是说相声的，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的，好歹哦，就知道有这么一人，怎样，他得知道。所以说他在中牟县，你是在京城，离得也不远啊。跟前说谁是哪儿的县长啊，谁是哪儿的什么官儿，这都得知道啊。赶紧啊，又站起来了啊！久仰公台兄大名，待我从见一礼。久仰公台兄大名，人家叫你孟德公，你也得尊称一个公台兄，礼数嘛，我从见一礼。刚才进门那是让座，咱们客气客气，你是官，我是犯人，现如今咱们盘上道了啊，咱们再客气客气啊，得嘞，是这意思。说三国累就累在这儿，那我要说个武侠的哈，俩人咵一抻出宝剑来，飞在山顶上打去吧。但这个不行，这个每一个小节骨眼都得给人掰扯清楚了啊，这就是所说的说故事之外的事情。你要不然没什么可说的。曹操逃到中牟县，陈宫看见了，然后把他放了，完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吧？二次入座，曹操开始了演讲的模式了啊，得给你讲我为什么要杀他。西凉刺史董卓自进得京来，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哎呀，所干的坏事儿罄竹难书，嘡，就把我之前这几回书全讲了一遍。他可能是偷看我的文本了，要不然陈宫能那么爱听吗？啊，说吧，都说完了。陈宫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孟德公意欲何为？然后呢，对吧？祸也惹了，然后你打算怎么样呢？曹操这个态度很坚决，我要回我的原郡家乡，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要歼灭董泽。这儿只要不杀我，回老家把钱拿出来，哎，我这带着人，我要造反，我要打董卓，我要为大汉江山干点什么。说完了，看着陈宫，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其实呢，曹操是有意识的，他并没有指着说陈宫你帮助我，如果能打动你，你不把我送到京里去，我就成功了。他可万没想到，说完之后，陈宫先把头低下了。大概有这么1分多钟，就这屋里边气氛很凝固。从曹操来说，不知道结果如何呀，很有可能你说完之后，人家这一抬头，来人捆上他杀了，这都很正常啊，因为你现在值黄金62斤半，对吧？你还值一个万户侯啊，人家做官熬的是往上走啊，他就算把你放了，他这官也做不了了。所以说人家心里边也得来来回回的做这个斗争，到最后一抬头，好，既然如此，孟德公，我情愿挂印随你而去。交朋友交陈宫啊，我愿意挂印，我不干了。你看我现在啊，这中牟县的县太爷离着京城很近，你要说他在贵州山里边当一县官往上熬不容易，京城边上的官啊，有点成绩就能涨，对吧？也就是说前途很美好。我愿意把它放弃，你的人格魅力，你所说的一切政治理念打动了我，我愿随你而去。不得不说，曹操是个大政治家，身处险地还能把对方说服，这是个高人。话说到这份了，这个地方就一刻不能再留，这是人犯，国家的人犯。
陈公台站起身来，两个人一躬到地，再客气没有意义了，多说无益。哎呀，这太棒了，给您添麻烦了，咱们以后一块儿咱就好，咱天天啊，咱喝酒撸串去，咱就在这。此时此刻再说什么都是废话，当务之急就是一个字儿：跑。俩人一块儿跑，你把他放了，你在这儿就是等死。赶紧收拾东西。东西归置完了之后，两个人换上了青衣小帽，不能再穿官服了，容易发现。身上背着一口剑，一人一骑马，由打这儿出来，趁着茫茫夜色，直奔东南方向。往外一走，曹操是很开心呐，太棒了！第一，我活命了；第二，我还拉拢了一个合作伙伴，很高兴。陈宫呢，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冲动是冲动，那还不冲动吗？对吧？他这个冲动简直就是魔鬼的舅舅了，那不是一般的魔鬼了啊！前途未卜，自己其实抛弃了大好的前程。你要说后来董卓死了，天下分三分，再如何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你就说此时此刻，你陈宫你犯的罪比曹操还大，你是在职的官员呐，放走国家要犯，抛弃美好的前程啊，那怎么办？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吧。两个人趁着夜色，骑着马当当当当当往前就走，就这一趟就出去得有2天左右。大路不敢走啊，全是走小道。走着走着，曹操勒住马，他是仰。这世界很酷。